男女在深山的营地待了10天，搭建临时营地，采摘野生竹笋到市场售卖，再用换来的钱购买所需生活用品以及种子，扩大生存所需。荒野生活的第11天，对这对探险者来说，又是充满挑战与收获的一天。他们的目标是在深山中，紧邻他们第1天搭建的竹房旁建造一个猪栏。这不仅是为了圈养野猪和山鸡，进一步扩充他们在荒野中的营养来源，也是对他们野外生存能力的一种考验。虽然使用现成的资源来建造一个养殖场似乎有一定的难度，但鉴于他们已经成功建立了竹房，这对他们来说应该不是难事。当天一大早，小哥和妹子就开始了他们的日常工作。他们首先将昨天在市集精心挑选的种子种植在荒地上。妹子负责使用锄头松散周围的泥土，而小哥则跟在他后面播撒种子。这个过程虽然辛苦，但对他们来说，这是一种享受，因为每一粒种子都寄托着他们对未来的希望。播种完成后，他们没有选择休息，而是立即开始了新的任务——建造猪栏。他们选定了一块地方，开始清理地面上的杂物。在这块平地上，他们计划搭建一个原始风格的猪栏。他们将干柴从附近搬回竹房，同时也把前1天准备好的木材运到了工作地点。在这项工作中，小哥负责处理木头，而妹子则专注于挖掘土坑。他们合作默契，高效地完成了每项任务，有效地减轻了工作的疲劳感。随着木头被一根根插入土中，一条木条也被横挂上去，基础设施逐渐成型。劳累之后，他们也感到了饥饿，于是他们决定在竹房中稍作休息，然后前往附近的河流捕捞河鲜。在寻找河鲜的过程中，他们似乎已经忘记了早晨的劳累，甚至忘记了过去10天在荒野中的生活。虽然整个旅程充满了挑战和困难，但他们都选择了乐观和积极的态度去面对。在这片荒野中，他们不仅是彼此的同伴，更是彼此的依靠。他们在荒野中的生活是一种独特的体验。每天的劳作不仅是为了生存，还让他们更加珍惜自然赋予的一切。他们的生活虽然简单，但却充满了意义。每一天的结束都是对他们意志和能力的一次考验。不论是播种、建房、捕鱼，每一个动作都是他们对自然的尊重，也是对生活的热爱。这样的生活虽然艰苦，但对他们来说有着无可比拟的价值。小哥和妹子来到他们的竹房，点燃了炭火，准备开始新的一天。第一件事就是准备一顿美好的早餐。小哥负责处理他们刚刚捞回来的新鲜大活蟹，而小妹则忙着煲上一锅香喷喷的米饭。小哥又洗了一大盆野菜，与前几天只能吃竹笋相比，今天的饭菜显得异常丰盛。他们知道，吃完这顿饭后，一整天都得忙碌着干活，所以必须吃得好，吃得饱，这样才有力气完成接下来的劳作。小哥特别痛快地吃了2大碗饭，毕竟他将是今天劳作的主力。早餐过后，妹子开始清洗碗筷。两人稍作休息之后，便带着材料返回了猪圈附近的空地，开始了上午的工作。小哥负责处理竹子的搭建工作，小妹则处理辅料，将竹子刨成条状，用来作为绳子固定使用。小哥将竹棍一条条的放置好，然后沿着接合处用竹条牢牢绑紧。他们的合作默契而高效。工作了一会儿后，小哥带着妹子来到山的另一侧，砍伐了许多大型芭蕉叶，用来覆盖猪圈的顶部。虽然工作很累，但他们俩都觉得非常开心。然而，天公不作美，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打乱了他们的计划。小哥让妹子待在猪圈里躲雨，自己则冒雨完成剩下的工作。
待工作告一段落后，他们便一起回到家中休息。这场突然的雨并没有阻挡他们的计划。等到雨势渐小，小哥带着妹子返回猪圈，开始围绕猪圈周围用木棍搭建围栏。他们每根木棍都经过精心处理，再用力敲击进泥土中固定。这些木棍的间隙设计的既不能太大，也不能太密。之后，他们用石头围在木棍底部，以增强稳定性。接下来，小哥背着竹篮，带着妹子来到河边。他们双双用手捧起碎石，装满篮子后再背回猪圈。这些碎石是为了给地板铺设水泥，提供给野猪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。他们往返数次，终于将石头铺设妥当。石头铺好后，小哥在猪圈旁边又搭建了一个临时小仓库，用来存放猪食和给即将抓回来的鸡居住。鉴于最近雨天较多，如果饲料被淋湿，就会造成浪费。对于他们这样需要通过大量劳动换取金钱的人来说，这是他们绝对不能承受的损失。因此，他们小心翼翼地将仓库封顶。完成这些工作后，小哥带着妹子到山下购买了一袋水泥，然后他们又返回河边，装满一袋子沙子。他们将沙子倒在地上，与水泥混合在一起。小哥加水，将材料搅拌均匀，最后用脚踩平突出的石头。一整天的工作终于告一段落。累了一天的他们回到厨房，开始准备午饭。小哥依旧负责在山上采摘野菜，而小妹则在厨房里包着米饭。小哥将满满一锅的野菜带回来，加入山泉水，准备一锅鲜甜的菜汤。中午，他们简单的吃了一顿青菜拌饭。午饭后，他们稍作休息，然后继续回到猪圈里完成剩下的工作。下午的阳光明媚，让他们安心的继续完成剩余的工程。他们在猪圈周围插上几根树枝，再次下山购买了一捆绿色的网，将其围在猪圈周围。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野猪跳出猪圈逃跑。最后的一项任务，小哥带着妹子来到一位老乡家里，说明了他们的来意。他们在老乡家的猪圈里抓了2只刚出生的小野猪，还顺便抓了几只老母鸡，打算用来下蛋。小哥将小猪和小鸡都装进蛇皮袋中，而妹子则用前几天卖竹笋赚来的钱完成了交易。小哥背着2只小猪，妹子提着几只小鸡，他们开开心心地走回了营地。这样朴素却充实的生活给了他们简单的幸福。每一天的劳作，每一顿自给自足的餐食，都在他们心中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记。无论是面对自然的恩赐还是挑战，他们都能以坚韧和乐观的态度去应对，这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有意义。这种生活虽然简单，但它充满了生活的真谛和自然的韵味，让人不由自主地对这样的生活产生向往。随后，小哥带着妹子到上山采摘猪食的植物。山上的植被既茂密又多样，他们在挑选合适的食材时显得格外细心。他们选择了几根粗壮的植物枝条，利用锋利的工具砍下，并小心翼翼地将它们背下山坡。回到家后，他们开始了食物的加工过程。小哥将这些植物枝条切成了小块，接着小妹展示了她的手艺，将这些植物碎片剁得更细，以便小猪们容易消化。了解到小猪的胃相对脆弱，他们特别注意不要让食物过硬。于是，小哥将这些精心准备的植物倒入大锅中，用慢火慢慢烤制，确保每一片都能熬得软绵绵，易于小猪们食用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妹子也没有闲着，她开始忙碌着准备晚餐，让他们一天的劳累后可以享用一顿丰盛的晚饭。同时，小哥负责采摘野生木瓜，打算用来煲一锅美味的木瓜汤，增添晚餐的风味。随着晚霞逐渐铺满天际，猪食终于准备好了。
妹子将这些熬得软糯的食物倒入猪圈，小猪们欣喜地享用这顿丰盛的晚餐。养育这2只小猪，对他们来说并不仅仅是养殖，这其中蕴含着一份深远的目的。一只小猪未来将作为售卖的对象，以换取必要的生活资金，而另一只则被留作过年时自家的丰盛大餐。这简单而朴素的生活计划，融合了实用与节日的欢庆。最终，一天的辛勤工作结束了。天色已晚，小哥和妹子感到疲惫，但心满意足。他们在竹制的床上躺下，享受着久违的安宁与舒适。一天的劳作，养猪的喜悦，晚餐的温馨，这一切构成了他们生活的美好篇章。今天的影视点评到此为止，希望大家喜欢我们分享的故事。如果您对我们的内容感兴趣，不妨订阅我们的频道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